名震江湖的唐門大小姐居然被五花大綁在山洞裡，而綁架她的神秘人竟然是她前世的挚愛，重活一世她能否逆天改命？热鬧的客栈裡人來人往，剛從南蠻回来的草帽男正跟朋友大吐苦水，吐槽那地方又热虫子又多，這輩子都不想再去了。吐槽完，他順口打听起新鮮事，畢竟在這江湖上，消息就是真金白銀。朋友想了想，告訴他，最近倒也沒什麼大事，不過聽說唐門的小女兒已經開始獨自闖蕩江湖了。草帽男一聽，立馬追問，是不是那個傳聞中的唐素月？光頭男人點了點頭，說這姑娘不僅長得漂亮，一身武功還極高，甚至有傳言說她是百年難遇的獨靈之體。草帽男聽得一愣一愣的，畢竟這種體質只在傳說裡聽過。光頭男人也說不準真假，但他心裡很清楚，唐門在江湖上仇家不少，誰要是敢打這位大小姐的主意，怕是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。就在两人聊得起劲時，旁邊桌戴着斗笠的黑衣剑客已經吃完了飯，他招呼小二把剩下的饺子打包，隨後便起身離開了客棧。可他前腳剛走，門口2個行蹤可疑的男人就立刻盯上了他。這下事情可有意思了。關於唐門大小姐唐素月的傳聞，雖然傳得神乎其神，但實際上這裡面水分可大着呢。首先，她根本不是一個人闖蕩江湖，暗地裡其實一直有保鏢跟着。其次，雖說她是難得一見的獨靈之體，但要論起真正的實戰功夫，她現在還差得遠呢。至於為什麼能這麼肯定，因為就在昨天，有人在山洞裡發現了她。誰能想到，這位名震江湖的唐門大小姐，此時正被五花大綁在木樁上，嘴裡還被塞了根竹筒，只能發出嗚嗚的求救聲。看着眼前這狼狽的一幕，來人也是一臉無奈。這下事情可變得有意思了。誰能想到，綁架唐素月的人居然就是他自己。在江湖上，人們叫他血狼或者劍鬼。10多年前，他第一次拿起剑，僅僅是因為肚子餓想活下去。誰知道他無師自通，硬是憑着一股狠勁殺到了化境，劍下從不留活口。很快他就成了人人懼怕的殺神，腳下踩着數不清的鮮血。雖然現在不用再挨餓了，但人在江湖，那些用血和劍結下的恩怨情仇已經像餓狼一樣死死盯上了他。本來他以為自己這輩子也就頂着劍鬼的名號混下去了，直到那個自稱天魔的男人出現。這家伙簡直就是個活天災，一出手就橫掃了整個中原，什麼9大門派5大世家，在他面前全被滅得乾乾淨淨。在這場席捲天下的浩劫裡，舊的恩怨情仇全被燒成了灰燼。就在這個只求活命的末日裡，他遇到了唐素月。他是四川唐門唯一的幸存者，而他是個一無所有的浪子。2個在亂世中掙扎的孤獨靈魂，就這麼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。千輝問他，真的非去不可嗎？唐素月態度很堅決，唐門的規矩是有恩必報，有仇更是要10倍奉還，他必須為死去的家人報仇。看着沉默的千輝，唐素月笑了笑說，要是換做以前的你，肯定會大發雷霆，質問我是家規重要還是命重要。千輝嘆了口氣，因為他很清楚，就算自己再怎麼勸，唐素月也絕對不會回頭。但唐素月這次去，其實還有另一個原因。他看着他說，以他現在的力量，至少能保住他的命，他只希望他能活下去。臨走前，千輝輕聲問他，唐素月，能不能讓我再好好看看你的臉？唐素月撩開頭髮，露出了右臉上那道猙獰的傷疤。他本來有些局促，但他卻溫柔地捧住了他的臉。看着眼前的愛人，他突然做出了決定，他說自己也要一起去。唐素月一下子急了，他去拼命是為了讓他活下去，怎麼能讓他也跟着去送死？千輝卻笑了笑說，雖然他一直覺得好死不如賴活着，但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了唐素月，那他一個人活着也沒什麼意思了，所以他們2個必須一起活着回来。本來挺感人的表白，結果唐素月卻忍不住笑出了聲，因為他居然把他和糞坑放在一起比。這下他徹底無奈了，他这正深情告白呢，氣氛全給毀了。唐素月看着他，笑着說，既然大家都在變，那就重新開始了解彼此好了。說完，他主動牽起他的手，拉着他往前走。千輝有些納悶，問他這是要去哪？唐素月回頭一笑，說要帶他去自己的房間，畢竟外面風大，有些話還是關起門來好說。他這下沒話說了，只能老老實實跟在後面。夜深了，雖然今晚的月亮被烏雲遮住，但唐素月的心情顯然不錯。他說唐門雖然被燒光了，但這也意味着他們可以重新開始建一個新的家了。唐素月靠在他懷裡，提議以後建一座新閣樓，到時候2個人一起在閣樓裡看月亮。千輝笑着答應了他，這本該是他們最美好的約定。可誰能想到，畫面一轉，這美好的幻想被徹底擊碎。唐素月倒在血泊中，胸口被無情的貫穿。看着眼前的慘狀，千輝想起了自己當初的承諾，可現在一切都太遲了。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唐素月，他嘴角還帶着最後的微笑，他徹底崩潰了。這一刻，所有的理智全部消失，他只想讓眼前的仇人血債血償。可光靠憤怒根本沒用，他的全力一擊被對方輕易化解，連手裡的武器都被震落了。面對如此強大的對手，千輝已經退無可退，他還能拿什麼去拼？唐素月最後的毒物，還有他們一起看月亮的約定，終究成了一場空。在無盡的悔恨中，他閉上了眼睛，以為自己這次死定了。可誰能想到，等他再次醒來，自己居然從水裡冒了出來，不僅沒死，周圍也不是那個血腥的戰場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看着自己這副年輕的身體，他這才意識到自己居然重生回到了20年前。既然重活一世，那悲劇就絕對不能再重演。他利用前世的武學感悟，迅速提升實力，順手還把以前的仇家給端了。做完這一切，他立刻去找到了唐素月，直接把人給帶了回来。看着眼前這個嘴裡咬着竹筒，正狠狠瞪着他的年輕姑娘，他心裡五味雜陳。這跟記憶裡
那個溫柔的女人，簡直判若兩人。而且現在的她根本就不認識自己。為了能好好溝通，千輝取下了唐素月嘴裡的竹筒，並警告她別白費力氣，這裡是深山洞穴，她根本逃不掉。唐素月倒也冷靜，直接質問她的目的，還警告她得罪唐門的後果。千輝淡淡的回答，自己只是來有恩報恩，有仇報仇，甚至還調侃了一句，說他年紀可能比自己還大。這一下可把唐素月給點燃了，他腦洞大開，堅信眼前這個年輕人是個返老還童的老怪物，甚至開始懷疑對方是衝着自己的身體來的。聽着他越說越離譜，他實在忍無可忍，直接把竹筒又給他塞了回去。看來記憶裡那個溫柔的女人，年輕時不僅脾氣暴，還是個話癆啊！眼看這姑娘越說越離譜，千輝趕緊打斷她，解釋自己真的只有15歲，而且這次把她帶走，其實是為了保護她。聽到這話，唐素月根本不信，畢竟在這一代，誰敢輕易招惹唐門的人？但她心裡很清楚，在前世的這個時候，唐素月確實遭遇了仇家襲擊，雖然最後用毒功保住了性命，但代價卻是半邊臉被毀容，這也成了她一輩子都過不去的坎。既然重活一世，他自然想幫他避開這場災禍。可唐素月哪裡知道這些，在他眼裡，眼前這個來路不明的家伙依然是個滿嘴謊話的綁架犯。看着眼前這個嘴硬的姑娘，他也是一陣頭疼。他差點忘了唐素月這脾氣到底有多倔，哪怕被綁得結結實實，他依然在警告他別想從唐門拿到贖金，更別對他有什麼非分之想。他實在聽不下去了，索性直接把話挑明，想跑可以，但以他現在的實力，就算跑了也只會被重新抓回来。聽到這話，唐素月哪裡服氣，當即叫囂着讓他姐開學道，要當場證明自己的實力。結果這一試，他整個人都傻眼了，這封印的強度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。看着他吃瘪的樣子，千輝在一旁忍不住笑出了聲。這下看他還怎麼嘴硬。眼看硬的不行，唐素月態度立馬軟了下來，結結巴巴的求他能不能先幫他把穴道解開。千輝可不傻，怎麼可能放虎歸山，直接一口回絕。結果這姑娘憋了半天，終於紅着臉說出了實情。原來他是人有3急，想讓他把旁邊的夜壺遞給他，這要求直接把他給整不會了。為了避嫌，他把東西放下後就趕緊躲到了洞外。本以為能清靜一會兒，誰知道没過多久，洞裡又傳來了唐素月尷尬的呼喊。他被綁得結結實實，根本就沒法動手。這下他是徹底沒轍了，這忙到底是幫還是不幫？他嘆了口氣，只能硬着頭皮進去幫他解決。這下可好，本來是想當個救世主，結果重活一世，兩人的第一印象居然變成了這樣。尷尬的事情解決完之後，唐素月摸着肚子，理直氣壯的喊餓。千輝翻了翻包，說自己只有辟谷丹。這下唐素月可不幹了，辟谷丹那玩意兒能叫飯嗎？他還惦記着之前打包的餃子呢。千輝沒跟他糾結吃的問題，而是突然問起了一件正事。他問唐素月還記不記得當初被綁架時兩人交手的情況。唐素月雖然嘴上吐槽他承認了綁架，但心裡也覺得奇怪，自己的毒功和暗器怎麼對這家伙一點用都沒有。千輝順着他的話問下去，暗器先不說，他覺得他是怎麼防住那些劇毒的。唐素月想了想，還是覺得眼前這小子是個返老還童的百毒不侵老怪物。千輝嘆了口氣，再次強調自己真的只有15歲，看來想讓他相信真相，還得費不少口舌。見他沒反駁，唐素月便開始算賬，以為他是用了大量的辟毒珠。可算着算着，他突然發現事情不對勁，那一顆辟毒珠可不變。咦？唐素月試探着問：“你該不會是沒錢了吧？”千輝嘆了口氣，默默攤開了空空如也的袋子。唐素月追問他原本身上帶了多少銀子，千輝回答4兩，買辟毒珠花了2兩，剩下的錢要在山洞裡撐1個月。唐素月徹底無語了，問他現在過去了多久。千輝老老實實答道：才2周。這下空氣徹底安靜了，搞半天哪有什麼高深莫測的玄機？眼前的家伙不僅只有15歲，還是個連飯都快吃不起的窮光蛋。現在錢花光了，兩人還要在洞裡熬上半個月，這日子可怎麼過？聽到這個令人窒息的財務狀況，唐素月整個人都崩潰了，大罵他是個笨蛋，練武把腦子都練傻了，連最基本的算賬都不會。千輝倒是一臉淡定，捂着耳朵說：天無絕人之路，總會有辦法的。唐素月嘆了口氣，說自己寧願相信武當道士去喝花酒，也不信他能有辦法。不過他還是鬆了口，讓他直接用他的錢。千輝一聽，頓時來了精神，抱怨他不早說。唐素月白了他一眼，問他現在錢在哪。唐素月指了指自己的腰帶後面，說錢袋就藏在衣服裡，只要他解開他的穴道，他就自己拿出來。千輝可不吃這一套，直接走上前去，說要自己動手拿。這下唐素月慌了，連忙喊着讓他等一下，可千輝根本沒理會，直接湊了上去。結果剛一靠近，就碰到了他身上藏着的暗器。千輝有些意外，沒想到他身上還留着這麼多暗器，接着便開始在他身後摸索錢袋的位置。這突如其來的親密接觸，讓唐素月整個人都紅了臉，只能尷尬地催促他動作快一點，趕緊找到。這下可把唐素月給氣壞了，長這麼大還沒受過這種委屈，但千輝可沒心思管這些。他順利拿到了錢袋，看着裡面分量十足的銀子，不得不感嘆武大世家確實有錢。唐素月在後面氣急敗壞地罵道：你這個無恥的變態老怪物！千輝嘆了口氣解釋，都說了我真不是。眼看錢到手了，他準備下山去村子裡買物資，順口問他需要帶點什麼。唐素月倒是一點不客氣，直接開始列清單，說地上太硬要鋪蓋，還得要一身換洗的乾淨衣服。千輝答應得倒挺痛快，表示自己記下了。唐素月接着補充，最重要的是食物，但千萬別再買之前那種餃子了，簡直難吃的要命。千輝有些納悶，我覺得挺好吃的呀。
唐素月沒好氣的吐槽：“你那是辟谷丹吃多了，舌頭早就壞掉了。”千輝有些無語：“你一個被綁架的人，要求倒還挺多，我買什麼你就要吃什麼。”這下唐素月徹底慌了，連忙求饒：“要不吃那餃子，讓他吃什麼都行。”交代完這些，他便動身下山了。他來到了下山後的城鎮，在集市上買好了物資，因為他不確定唐素月前世出事是在哪一天，所以他打算乾脆把人留在山洞裡，少說也要熬過這1個月。本以為憑唐素月的警惕性，絕不會輕易相信自己，結果等他帶了熱騰騰的食物回到洞裡，事情卻有些出乎意料。唐素月一邊吃着東西，一邊對他說：“雖然自己還沒法全信他那些保護他的鬼話，但看他的眼神，倒確實不像什麼大奸大惡之人。”唐素月順口問他：“少爺，你對我了解很多嗎？”千輝偎着他，隨口應了一聲：“算是吧。”唐素月接着說道：“可我對你還一無所知呢，要不你也說說你自己的事，畢竟互相了解才是建立信任的最好辦法。”聽到這句話，千輝一下子愣住了，因為在上一世，唐素月也曾這樣对自己說過一模一樣的話。雖然記憶裡的愛人和眼前這個暴躁的小姑娘性格截然不同，但命運的軌跡似乎在這一刻重合了。千輝並沒有直接回答，而是想起了前世的種種。在回山洞的路上，他在路邊發現了一朵奇特的紫色花朵，這可不是普通的野花，他順手將它摘了下來。回到洞裡，他把這朵花遞到了唐素月面前。唐素月顯然誤會了，紅着臉有些不好意思的嘟囔：“說送花什麼的也太快了，他們還沒到那一步呢。”千輝一臉無語，趕緊打斷他的幻想，讓他先聽自己解釋。他告訴唐素月，這其實是極其罕見的紫花貝毒草。聽到這個名字，唐素月整個人都驚呆了。身為唐門中人，他太清楚這株靈草的價值了，這可是能讓毒性翻倍，所有毒修夢寐以求的絕世寶貝。他急忙追問他，到底是從哪裡弄來這種神物的？他看着他，心裡卻在想，其實這本就是屬於唐素月的東西。在前世，是他為了躲避追殺逃到這裡時意外發現的，他只是憑着記憶，在回來的路上順手把他帶了回來。看着眼前這株寶貝，唐素月整個人興奮的眼睛都直了。千輝順口問他：“這東西你能吸收嗎？”唐素月有些不敢相信，這人居然真要把寶貝送給自己。他忍不住追問：“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是毒靈之體的？”千輝倒是一臉平靜，說：“這又不是什麼秘密。”唐素月也懶得再糾結了，直接湊過去把這株毒草給吃了下去，還意猶未盡的咂了咂嘴。他估算了一下，說這藥草品質極高，自己大概需要1個月才能徹底吸收。千輝有些意外，居然要花這麼長時間。唐素月沒好氣地白了他一眼，毒功要是這麼容易練，那天下部全是高手了。不過比起這個，唐素月更關心另一件事。他理直氣壯地管他要吃的，說空腹吃毒草傷胃。千輝這才想起來，自己還帶了熱騰騰的餃子。可唐素月一看到那餃子，整個人都不好了。雖然嘴上嫌棄，但唐素月還是老老實實張開嘴，讓他餵他吃餃子。看着大口嚼着餃子的唐素月，千輝心裡卻在盤算，前世他就是因為強行使用毒草，才導致半邊臉被毀容，這一世絕不能再讓他重蹈覆轍。可餃子還沒餵完，他的手卻突然停在了半空。唐素月有些納悶，問他怎麼不餵了。千輝神色一凝，只說了一句：“等一下。”此時的洞穴外，風聲中似乎夾雜着一絲異樣，顯然有不速之客正在悄悄逼近。千輝立刻警惕起來，他神色嚴肅地叮囑唐素月，讓他現在就立刻開始吸收那株毒草。唐素月這下也慌了，急忙追問到底出什麼事了。千輝神色凝重，他最擔心的事情終究還是發生了。此時的洞穴外，幾個手持兵刃的家伙已經悄悄摸到了洞口，看這架勢，今天注定是一場惡戰。而帶頭的那個紅衣男人臉上滿是刀疤，一看就是個狠角色，前世讓唐素月毀容的罪魁禍首，恐怕就是這幫人。既然仇人已經找上門了，那今天就新仇舊恨一起算。此時的洞穴外，敵人已經悄悄摸了上來，留給他们的時間不多了。聽到他讓立刻吸收毒草，唐素月頓時急了，強行吸收毒草極易遭到反噬。他提議先撤退再說，千輝卻直接拒絕了，藥效流失太快，而且現在根本無路可退，唯一的辦法就是立刻吸收，戰鬥時只用暗器防身。看着滿臉擔憂的唐素月，他讓對方放寬心，說自己自有妙計，隨後便轉身走向洞口，準備獨自去迎戰強敵。還沒等他走出洞口，敵人就已經堵在了門前，領頭的紅衣刀客打量着他，說沒想到他能找到這裡。至於暴露的原因，簡直讓人哭笑不得。紅衣刀客冷笑着說，有人在集市上買了2份極其難吃的餃子，這種反常舉動引起了懷疑。聽到這個理由，旁邊的唐素月直接無語，千輝卻還在小聲嘀咕，覺得那餃子味道其實還不錯。紅衣刀客沒心思廢話，直接指着他警告，他們的目標只有唐門大小姐，只要把人交出來，就可以放他一條生路。面對威脅，他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，我知道了。紅衣刀客冷笑了一聲，問他有沒有聽過百人斬刀狂的名號。千輝搖了搖頭，表示自己從沒聽過。紅衣刀客接着說道，那是他師父當年的名號，如今這個名號歸他了。當年他師父被唐門暗器所殺，雖然知道師父是個惡棍，唐門動手也是替天行道，但對他這個孤兒來說，師父是唯一的家人。為了能讓他活下去，師父在唐門殺來之前，親手劃瞎了他的右眼，讓他偽裝成被綁架的百姓，這才瞞過唐門保住性命。如今他帶着滿腔仇恨回來，要把當年的血債全算在唐素月頭上。紅衣刀客指了指身後的兄弟，說他們這幫人全都被唐門害得家破人亡。
今天來這裡就是要百倍償還當年的血債。他勸眼前的少年不要多管閒事，恩怨循環本就無法打破，只要現在讓開，他也不想多造殺孽。聽到這番話，千輝心裡卻是一聲嘆息，這世上哪有什麼絕對的善惡？恩怨就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，把所有人死死纏在一起。前世的慘劇還歷歷在目，當這張網把所有人都吞噬時，迎來的只有毀滅。所以這一世，他絕不能讓悲劇重演。看着擋在身前的少年，紅衣刀客知道多說無益，而他也緩緩拔出了長劍。這一戰終究是避無可避了，既然多說無益，他也不再廢話，直接在劍刃上抹了毒，準備給这幫人送上一份大禮。還沒等對方反應過來，四周的空氣就變得不對勁了。幾個衝在前面的嘍囉突然覺得渾身無力，一個接一個的癱倒在地上。領頭的紅衣刀客大驚失色，他怎麼也沒想到，眼前這個年輕的少年出手竟然如此狠辣。看着眼前的混亂，千輝眼神冰冷。既然這世上的恩怨無法解開，那他就用自己的方式把這一切徹底斬斷。話音剛落，千輝身形一閃，直接衝進了人群之中，伴隨着一聲巨響，濃烈的毒煙在林子裡炸開。這下子整個人群都炸開了鍋，有人驚慌失措的大喊：“是毒煙！”大家快捂住口鼻，可現在才反應過來，顯然已經太遲了。紅衣刀客很快發現不對勁，這根本不是什麼毒煙，只是用來遮擋視線的障眼法。還沒等他把話說完，無數的暗器已經穿透迷霧，唰的一下朝人群飛射過去，慘叫聲頓時此起彼伏。紅衣刀客急得大喊，讓大家趕緊擺陣防守。可在這濃霧之中，他們連對手的影子都摸不着。千輝借着煙霧的掩護，如同鬼魅般在人群中穿梭，每一次長劍揮出，都帶走一條人命。這下子攻守之勢徹底逆轉，原本氣勢洶洶的追兵，如今只能在黑暗中任人宰割，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了。關鍵時刻，紅衣刀客擋下招式，對着手下大聲下令，讓其他人繞過去抓唐素月。手下們反應過來，立刻朝着洞穴衝去。他一擊拉開距離，眼神徹底冷了下來。看着他身上的邪氣，紅衣刀客也覺得納悶，一個走邪術的高手，怎麼會甘願為唐門賣命？千輝冷笑了一聲，根本懶得跟對方多解釋，只說這不是什麼忠誠，說了對方也聽不懂。話音剛落，恐怖的殺氣全盤炸開，真正的戰鬥才剛要開始。千輝身上的邪氣越來越重，冷冷地看着對方，他說：“劍客之間是用劍來交流的，要是聽不懂，那就只有被斬殺的份了。”看着千輝身上散發的黑色邪氣，唐素月整個人都看傻了。千輝收起長劍，有些無奈的解釋：“這只是他的獨門武功狂狼奪命術，能通過控制殺意來提升實力，讓他不用擔心自己會走火入魔。”唐素月聽得將信將疑，畢竟控制殺意這種事情，他以前是聞所未聞。千輝卻顯得十分自信，說自己早就超越了控制殺意的階段，讓他放100個心。話音剛落，周圍突然傳來異動，他反應極快，一把拉起唐素月就往後退去。外面的廝殺聲越來越響，看着他在人群中拼命的身影，唐素月心裡五味雜陳。他很清楚，能練出這種恐怖內力的人，以前過的絕對是刀口舔血的日子。既然對方是在拼命保護自己，那他以後也必須加倍報答這份恩情。現在他唯一期盼的就是他能平安活下來。而此時的戰場上，帶頭的紅衣刀客已經盯上了他，兩人一交手就是硬碰硬，刀光劍影之下，誰也沒占到便宜。這紅衣刀客的刀法極其凶狠，千輝也只能全力招架。兩人一路從林子裡打到了懸崖邊，這要是稍有不慎掉下去，可就真的沒命了。紅衣刀客冷笑了一聲，說他剛才的邪氣確實嚇人，但真交起手來實力也不過如此，現在應該已經摸到自己的極限了。千輝卻根本不為所動，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：“不管是絕頂高手還是無名小卒，只要心臟被刺穿，結果都是一樣的。”紅衣刀客聽完哈哈大笑，覺得他是在說大話。紅衣刀客緩緩拔出大刀，刀刃上頓時凝聚起一層恐怖的刀氣，這可不是普通的內力外泄，而是只有頂尖高手才能做到的刀氣凝聚。面對這種壓迫感，千輝卻異常冷靜，一邊調整呼吸，一邊在心裡默默觀察着對方的破綻。千輝低聲說了一句：“我已經看穿你的刀法了。”話音剛落，他身形一閃，直接迎着對方的刀鋒衝了上去。兩股強大的力量在空中猛烈碰撞，這一擊直接決定了誰才能活着離開。這一劍交手，紅衣刀客直接被震退了。他怎麼也沒想到，眼前這小子的攻勢會這麼瘋。千輝根本不給對方喘息的機會，身形一閃又貼了上去，刀光劍影之間，兩邊都開始見紅了。紅衣刀客越打越心驚，這小子難道不要命了嗎？身上受了這麼多傷，居然連動作都沒有變形。但很快紅衣刀客就發現了不對勁，看似是不要命的打法，實際上每一次致命攻擊都被這小子險避開了。這根本不是失去理智的亂砍，而是極其精密的計算。難道他真的能完美控制這股恐怖的殺意？明明只是個一流武者，卻能把戰鬥本能發揮到這種地步。這下子紅衣刀客是真的踢到鐵板了。紅衣刀客這下徹底懵了，他怎麼也沒想到這小子剛才居然還隱藏了實力。紅衣刀客咬牙切齒地罵道：“你這混蛋，原來剛才還不是你的極限。”千輝卻連眼皮都沒抬一下，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只有在能一擊斃命的時候，才應該露出獠牙。”紅衣刀客徹底被激怒了，大吼着威脅：“既然你非要找死，那就別想痛快的咽氣了。”可狠話剛說完，他的劍就已經刺穿了對方的胸膛。紅衣刀客滿臉都是不可置信，可一切都太遲了。看折倒下的紅衣刀客，千輝只是淡淡的說了句：“我知道，因為我已經死過一次了。”
與此同時，洞穴外的戰鬥也到了最關鍵的時刻。唐素月正被幾個敵人死死纏住，局勢非常不妙。他剛解決掉眼前的敵人，卻發現情況更糟了，因為他身上的暗器已經徹底用光了。暗器用光之後，唐素月只能想辦法撿石頭防身，可屋漏偏逢連夜雨，腳下的樹枝偏偏在這時候斷了。這一摔直接讓他徹底暴露在敵人面前，追兵們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，大喊着就圍攻了上來。看着逼近的敵人，唐素月知道自己沒得選了。雖然之前答應過他，在吸收毒草期間絕不動用毒功，但眼下這個局面不用毒就只能等死。對不起了，少俠，我真的撐不住了。就在他準備強行催動毒功，打算玉石俱焚的時候，空中突然傳來一陣破空聲，幾把飛劍直接貫穿了衝在最前面的敵人。這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在場的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就在唐素月以為要完蛋的時候，一個黑影直接從天而降，死死地護在了他身前。來人正是千輝，身上的殺氣比剛才還要恐怖。衝在最前面的敵人根本沒反應過來，嘴裡還罵罵咧咧地揮刀砍去，可下一秒他的劍就已經劃破了對方的喉嚨。這根本不是一個量級的戰鬥，他就像個沒有感情的殺戮機器，在人群中瘋狂收割。這下子剩下的追兵徹底被嚇破了膽，一個個癱倒在地上，連站都站不起來。千輝緩緩收起長劍，冷冷地看着前方，警告道：“越過這條線的人都得死。”看着到了一地的同伴，剩下的追兵徹底被嚇破了膽，連逃跑的力氣都沒有了。可千輝根本沒打算放過他們，沉重的腳步聲一步步逼近，地上的黑氣也跟着蔓延開來。此時的千輝簡直就像是從地獄裡走出來的惡鬼，他冷冷地補充道：“當然了，就算你們不過來，今天也一樣的死。”整片死寂的樹林裡，一道黑影正在樹梢間飛速穿梭，來人正是唐素月的父親，他老來的女，平日裡把這個小女兒當成掌上明珠。聽說女兒被邪派綁架，他心急如焚，馬不停蹄地趕往玉清村附近。要是對方的目標是唐門，女兒現在的處境可就危在旦夕了。可就在他拼命趕路時，空气中突然飄來濃烈的血腥味。難道說女兒已經遭遇不測？等他急忙衝進戰場，眼前的慘狀讓他瞬間呆在原地。地上橫七豎八躺滿了邪派人的屍體，這荒山野林裡到底經歷了怎樣的慘烈廝殺？他仔細檢查地上的屍體，發現僅有少數人死於唐門暗器，絕大多數敵人竟全是被極其霸道的劍招一擊斃命。順着痕跡一路追蹤，他終於在空地上看到了那個黑衣青年以及遍地的邪派屍體。還沒等他靠近，空氣中殘留的恐怖殺意就讓他整個人瞬間警惕起來。這股殺氣冰冷刺骨，仿佛來自殺人無數的絕世魔頭。難道滿地兇殘的邪派高手全是被眼前這青年一人斬殺？他忍不住朝着對方背影大聲質問，問他到底是什麼身份。話音未落，千輝只是微微側過頭，排山倒海般的殺氣便鋪天蓋地席捲而來。這股窒息般的恐怖威壓讓他連挪動半步都做不到。看着眼前被殺氣吞噬的青年，唐父緊鎖眉頭，大聲警告：連對手是誰都分不清就胡亂出手，絕非明智之舉。可此時的千輝根本聽不進半點勸告，周身的黑色邪氣反而暴漲，將周圍的一切瘋狂籠罩。唐父頂着毀滅般的恐怖壓力，大聲質問這裡究竟發生了什麼。千輝微微側過頭，眼神裡只有冰冷的殺意，沒有絲毫人類的溫度。就在千輝準備痛下殺手的一瞬間，不遠處的唐素月急忙尖叫大喊：少俠快住手，那是我爹！聽到這熟悉的聲音，千輝身上的瘋狂殺意瞬間消退，整個人從失控中清醒過來。可還沒等他站穩，身體就因過度透支開始劇烈晃動，眼前一黑，直挺挺地朝地上倒去。唐素月反應極快，身形一閃，便在半空將他穩穩扶住。看着躺在自己女兒懷裡的黑衣青年，唐父整個人徹底懵了。他怎麼也沒想到會在這裡碰上自己的寶貝女兒。看着滿地狼藉的戰場，他忍不住再次開口追問：這裡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？唐素月顧不上解釋，急忙呼喚懷裡昏迷的千輝，讓他趕緊睜開眼睛。千輝虛弱地睜開雙眼，低聲詢問戰況如何。唐素月心有餘悸地回答：敵人已經被你一個人全解決了，剛才那種不要命的打法着實把我嚇得不輕。一旁的唐父看到這一幕，心裡更是掀起驚濤駭浪。剛才那股幾乎毀滅一切的恐怖殺氣，這小子竟然能說收就收，這究竟是個什麼怪物？而此時的唐素月看着懷中虛弱的千輝，卻忍不住輕聲抱怨起來，埋怨他還沒兌現之前的承諾，把真正的名字告訴自己。看着唐素月滿是期待的眼神，千輝這次沒有再選擇隱瞞，他深吸一口氣，終於緩緩說出了自己的真名千輝。聽到這個名字，唐素月懸着的心總算落了下來。躺在草地上的千輝仰望晴空，思緒瞬間飛回了遙遠的過去。在那個天魔肆虐的殘酷年代，人人為了苟活拼盡全力，天空永遠彌漫着揮之不去的血霧，根本無人有心思欣賞美景。已經記不清有多少年沒有像現在這樣安安靜靜曬太陽了。當千輝再次睜開雙眼，發現自己已經躺在乾淨的床鋪上，全身纏滿了白色繃帶。千輝迷迷糊糊地睜開雙眼，打量着上方陌生的天花板。還沒等他弄清身在何處，房門就被輕輕推開。唐素月端着東西走進房間，見千輝已經醒來，臉上立刻綻放出燦爛的笑意，柔聲向他打着招呼。千輝下意識想要起身坐立，不料猛然牽動了全身傷口，疼得他直咬牙關。唐素月見狀嚇了一跳，急忙按住他，大聲埋怨：剛包紮好傷口就敢亂動，老老實實躺着休息。千輝有些無可奈何，只能開口打聽這裡的落腳點。唐素月得意地昂起頭，爽快地給出了答案：這裡可是四川唐門的大本營，
這下子千輝直接住進了人家的老巢，接下來的日子怕是熱鬧了。得知唐素月化險為夷，千輝悬着的心這才放下。看着千輝身上纏滿了繃帶，唐素月心裡滿是愧疚，自責是因為自己實力太差，才害得對方受了如此重傷。千輝卻絲毫沒有在意，反而微笑着出聲安撫，直言傷疤不過是武者的勳章，讓他不必掛懷於心。可唐素月依舊低着頭，小聲的不停道歉。就在這時，千輝突然抬起手臂，用手指輕輕觸碰唐素月的眼角。他有些無奈地嘆了口气，說來說去，你自己最後不還是受傷了？這突如其來的親密舉動，讓唐素月瞬間臉頰猩紅，整個人慌亂的不知所措。他慌忙向後倒退一步，結結巴巴地開口解釋，這只是自己不小心摔的，根本礙不到什麼事。看着對方手忙腳亂的可愛模樣，千輝也忍不住輕笑了一聲。解開了誤會之後，唐素月的態度瞬間翻天覆地。看着躺在床上的千輝，他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來。他快步湊到床前，大言不惭地高聲宣布，如今的局勢可徹底反轉了，這回輪到你變成被綁架的人了。千輝聽得滿頭霧水，唐素月卻越說越起勁，叫嚷着這裡可是唐門大本營，接下來要用最高規格款待他，好讓他後悔之前在山洞裡的囂張。面對這一通豪言壯語，千輝只是冷不丁地回了一句，你是不是對綁架有什麼誤解？一句話精準命中要害，唐素月急得跺腳大叫，讓他少管這些細節。正當兩人吵吵鬧鬧之際，門外突然傳來下人的恭敬通報，唐門门主親自到訪。房門被緩緩推開，唐素月的父親邁步走了進來。這位中年男人可不是普通人，他就是四川唐门的门主，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毒王唐昌，也是世間罕見的玄境宗師。看到千輝終於醒來，唐昌主動上前詢問他的傷勢，千輝客氣地向對方表達謝意，感謝唐門的救命之恩。唐昌卻笑着擺了擺手，直言他們其實沒幫上什麼忙。千輝的體質異於常人，送來的時候傷口就已經開始自癒。接着唐昌話鋒一轉，調侃起旁邊的女兒來，說千輝最該感謝的是唐素月，這丫頭從回來起就寸步不離守在床邊。這話一出，唐素月頓時羞紅了臉，急忙出聲打斷父親的調侃。唐昌哈哈一笑，沒再多說，只是叮囑千輝安心養傷，等1個月後傷勢痊癒，他們再坐下來好好談談。臨走前，唐昌還不忘繼續打趣女兒，讓她也多注意自己的身體，別整天只顧着守在千輝身邊。這下子唐素月徹底待不下去了，紅着臉硬是把父親給推了出去。看來這位唐門门主對未來的女婿是越看越順眼了。把老爹推出去之後，房間裡就只剩下他們2個人了。千輝看着手忙腳亂的唐素月，忍不住開口打趣道，這麼說來，在我昏迷的這段時間裡，是你幫我把全身上下的繃帶都給重新換了一遍。這話一出，唐素月羞得差點頭頂冒煙，大聲嚷嚷着讓他趕緊閉嘴，老老實實躺回床上休息。走在長廊上的唐門門主唐昌聽到屋裡的鬧腾，回頭看了一眼，眼裡滿是意味深長的笑意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在唐素月的精心照料下，千輝的身体恢復得非常順利。沒過多久，他就已經能下床活動了。2人每天坐在一起喝茶聊天，屋子裡總是傳出歡聲笑語。而此時的唐門門主唐昌站在高處，默默看着這一切，心裡顯然已經有了新的打算。千輝換上一身乾淨的衣裳，準時赴約來到大堂。等他推開門，整個人都有些看呆了。桌上擺滿了各種山珍海味，這規格可不是一般的高。唐昌笑着招呼他入座，說看到他身體痊癒，自己也就放心了。千輝客氣遞道了謝，表示這全靠唐門的醫術高明。看着這一桌子精致的菜肴，千輝忍不住在心裡感嘆，這些好東西他前世連見都沒見過。動筷子的時候，千輝看着眼前的魚有些無從下手。一旁的唐素月見狀，立刻湊過去熱心的教他怎麼挑魚刺。看着女兒對這小子如此體貼，坐在主位上的唐昌神色变得有些微妙，他輕輕咳嗽了一聲，示意2人邊吃邊聽他說，這下子正是終於要來了。唐昌一開口，就代表唐門向千輝郑重道謝，感謝他出手救了女兒唐素月。千輝卻顯得很平靜，直言自己出手並不是毫無目的。唐昌倒也爽快，直言唐門向來有恩必報，只要千輝開口，無論想要什麼他都會盡力滿足。這可是唐門門主的承諾，換做別人早就獅子大開口了。可千輝卻只是笑了笑，他說自己當初練劍僅僅是為了能吃飽飯，如今能坐在這裡吃上山珍海味，就已經是他能想到最好的生活了。唐昌有些意外，難道這小子真的什麼名利都不要？就在這時，千輝放下了手中的筷子，笑着補充了一句，如果非要說有什麼奢求，那就是希望以後還能有人像現在這樣陪他一起吃飯。這話一出，旁邊的唐素月直接愣住了，而唐昌看着眼前的年輕人，也只是微微閉上眼，說自己已經明白了。這小子看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唐昌突然叫了女兒一聲，還沒等唐素月反應過來，他就直接拋出了一顆重磅炸彈，讓唐素月和千輝直接訂婚。這話一出，唐素月整個人都懵了，這進展是不是有點太快了？看着旁邊還在若無其事吃東西的千輝，唐素月急得直跳腳，大喊着讓他別吃了。唐昌卻顯得很淡定，解釋說這只是先定個名分，好把人留在唐門觀察一下，畢竟千輝自己都說了想成為家人。唐素月紅着臉辯解，覺得還是應該先問清楚千輝的真實想法。結果千輝卻在旁邊冷不丁地回了一句，說自己要是不喜歡他，怎麼可能為他拼命到這種地步。接着他看着唐素月反問了一句，還是說你其實討厭我？這下子輪到唐素月徹底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了。
雖然千輝的事情重要，但唐昌更擔心的其實是女兒唐素月的身體。原來唐素月天生就是毒靈體，這種體質雖然是練毒功的絕佳天賦，但也是個致命的詛咒。如果體內的毒素一直積攢下去，她以後可能就沒辦法生育了。唐昌嘆了口氣，說自己作為父親，實在沒辦法不為她的未來擔心。聽到父親的擔憂，唐素月反而溫柔地笑了笑，說這身體是父母給的寶貝，不管以後變成什麼樣，她都絕對不會後悔。這話把唐昌感動得一塌糊塗，眼看着父女倆就要上演一出溫情大戲，結果旁邊的千輝實在看不下去了，忍不住咳嗽了一聲，直接打斷了這感人的氣氛。千輝突然冒出一句，說這個絕症其實有辦法解決。這話一出，唐昌和唐素月都愣住了，唐昌更是直接警告他，要是敢在這件事上開玩笑，他絕對不會客氣。可千輝卻顯得胸有成竹，說只要限制住毒素的流動就行，而且他手裡剛好有現成的配方。原來在前世唐門遭遇滅門之災後，唐素月為了延續血脈，沒日沒夜地鑽研解毒之法，最後把研究出來的成果全部告訴了千輝。看着千輝這副自信的樣子，唐昌整個人都傻眼了，這小子到底是什麼來頭？怎麼連唐門失傳的秘藥配方都知道？唐昌先是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，說自己作為唐門门主，在毒藥和暗器方面幾乎無所不能，可偏偏在女兒的身體問題上，他卻一點辦法都沒有。如今千輝送上了解藥配方，這等於救了唐素月一命。唐昌嘆了口氣，說自己又欠了千輝一個天大的人情，甚至不知道該拿什麼來還了。可千輝卻顯得很淡然，說這配方也是自己聽別人說的，讓唐昌不用放在心上。聽到這話，唐昌總算鬆了一口氣，轉頭對女兒說，這下終於可以放心了。看着旁邊開心的唐素月，千輝心裡也有些觸動。其實對他來說，能看到唐素月平安無事，就已經得到了最好的回報。既然正事聊完了，唐昌便打算結束這次談話。不過在離開前，他卻突然把女兒支開，說自己還有別的事要單獨和千輝商量。唐素月雖然有些疑惑，但還是乖乖聽話，跟千輝打了個招呼，就先離開了。院子裡只剩下千輝和唐昌兩個人。兩人重新落座，千輝主動開口問，不知道門主特意把他留下來，到底想聊些什麼？唐昌嘆了口氣，說自己也知道對救命恩人刨根問底實在是不合理數，但他心裡一直有個疙瘩，所以還是想問一個比較私人的問題。唐昌神色嚴肅地盯着千輝，問他是不是和天煞孤星有什麼關係。聽到這個名字，千輝整個人都愣住了。其實唐昌的擔憂不無道理，天煞孤星這種體質擁有超越天武之體的恐怖天賦，但代價是根本無法壓制殺意。天武之體尚且有辦法控制，可天煞孤星一旦覺醒，注定會成為只知道殺戮的怪物，這是上天注定的毀滅命運。千輝默默喝了一口茶，沒有立刻回答。唐昌見狀，急忙開口解釋，說自己並不是在懷疑千輝，只是有些擔心。千輝放下茶杯，平靜地回應，沒關係，我明白門主在擔心什麼。千輝沒有隱瞞，直接承認自己練的確實是天煞孤星的武功。唐昌聽完，神色更加凝重，這種把殺氣融入內力的邪功，他活了半輩子也是頭一回見。雖然千輝聽到唐素月的聲音後能瞬間把殺氣收回去，但唐昌心裡很清楚，這東西一旦失控就是萬劫不復。為了以防萬一，唐昌甚至開出了極誘人的條件，只要千輝願意廢掉這門邪功，唐門不僅傳他內功，還會提供靈藥，這等於送了他一條通天大道。可千輝卻想都沒想就拒絕了，因為對他來說，自己選的路就算再難走也得自己走完。千輝態度格外堅決，哪怕這條路再難走，他也想靠自己闖過去。唐昌聽完嘆了口氣，沒再繼續勸他。不過對於千輝給的解藥配方，唐昌心裡有些好奇，忍不住打聽配方到底是誰給的。千輝笑了笑，只說是自己運氣好碰上的奇遇，既然他有難言之隱，唐昌倒也通情達理，沒有追問。正事聊完，唐昌便讓千輝先回去休息。可誰能想到，千輝臨走前突然喊了一聲岳父，這一聲喊的把唐昌整個人都給喊懵了。這小子還真是會順杆爬，這一聲岳父直接把唐昌給整不會了，急得在後面大喊讓他趕緊改口。可千輝卻裝作聽不見，一邊走一邊繼續逗他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千輝在唐門也算徹底安頓了下來。這天一大早，唐素月就跑到千輝門前敲門，催他趕緊起床。千輝迷迷糊糊地推開門，結果一抬頭，整個人都愣住了。眼前的唐素月顯然精心打扮過，和平時完全不一樣。唐素月有些小抱怨，說自己特意打扮了半天，結果未婚夫居然還在睡懶覺。千輝聽完笑了笑，調侃他這麼快就進入未婚妻角色了。這一下又把唐素月給說急了，急忙大聲辯解起來。千輝突然認真起來，說自己是因為喜歡他才願意做這些的。接着他又笑着問，既然如此，他今天特意打扮得這麼漂亮，又是為了什麼？這一下直接把唐素月給問住了，他急忙把千輝往屋裡推，催他趕緊去洗漱換衣服。等千輝收拾妥當，兩人終於一起出了門。看着熱鬧的街市，唐素月顯得格外興奮，宣布他們的四川之旅正式開始。千輝在一旁看着好笑，調侃他只是在附近散步，怎麼搞得像要出遠門一樣。唐素月卻回過頭半開玩笑的警告他，要是再這麼無精打采，以後可就沒機會一起出來了，畢竟以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總得好好熟悉一下這個地方。看着眼前繁華的街市，千輝心裡其實挺感慨的，在众生前的記憶裡，這裡早就被天魔給毀了，這還是他第一次見到完好無損的四川。正走着，唐素月突然看到熟人，主動上前跟擺攤的叔叔打招呼。對方看到
唐素月也很高興，順口問起他身邊這位是誰。唐素月倒是一點也不避諱，直接介紹說這是自己的未婚夫。這話一出，可把擺攤的叔叔給嚇壞了，整個人直接蹦了起來。唐素月有些無奈，趕緊催着千輝跟人家打個招呼。千輝倒也老實，規規矩矩的自報家門。唐素月還在旁邊幫着解釋，說他其實是個很溫柔的人。打完招呼後，千輝有些不好意思的嘀咕，說自己實在不習慣這種場面。接着他又有些擔心的問，商人的消息傳得最快，他們訂婚的事很快就會傳遍四川，他真的沒關係嗎？唐素月卻顯得很坦然，笑着說自己就是故意這麼做的。看着千輝有些局促的樣子，唐素月開始打趣他，猜他心裡肯定在糾結還沒辦婚禮，或者覺得自己配不上他。千輝有些無奈，調侃他都可以去擺攤算命了。唐素月卻認真起來，說千輝在奇怪的地方總是很自卑，別人的眼光根本不重要。他一邊挑着路邊的耳環，一邊提醒千輝，當初他可是為了救自己連命都不要了，而且在要報仇的時候還當着他父親的面說只想要他，當時他還覺得自己成了傳奇故事裡的女主角呢，所以千輝根本不需要感到不安。唐素月戴上挑好的耳環，回過頭溫柔地看着他，說自己作為被救的人，心意其實早就和他一樣了。唐素月戴上新挑的耳環，笑着問千輝好不好看。千輝這回嘴倒挺甜，說自己光顧着看未婚妻，連周圍的風景都顧不上欣賞了。這話把唐素月哄得挺開心，大方地買下了耳環，連旁邊擺攤的叔叔都跟着樂呵。接着兩人在街上邊逛邊吃，唐素月特意帶他去嘗了當地的小吃，看到千輝吃得津津有味，他心裡也踏實了不少，畢竟能合胃口，以後在四川生活也就習慣了。千輝解釋說自己從小過慣了苦日子，所以吃什麼都不挑。唐素月聽了有些心疼，調侃他以前連沒味道的辟谷丹都當成美味。兩人一邊聊着，一邊走回了堂門。剛進大門，就發現院子裡圍了不少人，氣氛有些嘈雜。千輝有些納悶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。唐素月一拍腦門，這才想起來今天是堂門的重要日子。就在這時，一個年輕男人熱情地迎了上來，笑着跟唐素月打招呼，說聽說他已經回來了。看着這個突然冒出來的家伙，旁邊的千輝頓時一頭霧水，這人到底是誰啊？堂門大殿之內，總鏢頭唐玉京滿臉震驚，他萬萬沒有想到門主唐昌竟會給唐素月定下婚約，以唐素月的尊貴身份，這未婚夫的位置怎能給得如此輕易？唐昌嘆息着解釋，自己絕非一時衝動，早就把對方底細查得一清二楚。這少年15歲便滅了紅沙幫，修煉極意走火入魔的殺戮功法，論行事手段簡直比黑道還要狠辣。唐玉京大惑不解，難道此人私底下另有隱情？唐昌搖了搖頭，直言親眼所見時，對方同樣危險，唯獨不同的是，他的刀鋒從未指過唐門。當初看似綁架唐素月，實則是為了暗中護他周全，更交出了控制毒靈體反噬的秘法。唐玉京這才恍然大悟，如此看來，整個唐門都欠了這少年天大人情。唐昌望向窗外沉思，單憑一個未婚夫的名分，恐怕還遠不足以償還這份恩情。唐昌輕抿茶水，表示當時願意滿足千輝任何條件，可這少年不要金銀財富，只求能成為唐家一份子。唐昌順水推舟，直接將女兒許配給了他。唐玉京忍不住打趣，年輕人的心思當真讓人羨慕。隨即又有些好奇，唐素月是否也對千輝動了情？唐昌微微點頭。唐玉京讚嘆道，一個對世人冷若冰霜的男人，卻唯獨願意為了他拼盡性命，換作誰都難免心動。唐昌順勢調侃，這話從娶了4房小妾的人口中說出，着實相當有說服力。唐玉京神情尷尬，連忙把話題扯回唐昌身上，勸他單身多年，也該考慮終身大事。唐昌當場一口回絕，自稱根本沒有這項心思。玩笑過後，唐昌眼神一凝，坦言眼下還有更棘手的大事要處理。正當唐玉京疑惑不解時，門外護衛突然緊急通報，黑魂隊隊長在門外求見。大殿內的氣氛瞬間緊繃起來。來人正是唐素月的哥哥唐青，一進門他便滿臉自責，直言此前在外奔波，竟不知妹妹經歷了如此凶險。他心疼的直呼妹妹消瘦不少，搞得唐素月有些尷尬，小聲嘟囔自己完全沒瘦。唐青越說越發氣憤，揚言若是自己在場，絕不會放過那群圖謀不軌的惡徒。唐素月趕忙輕聲安撫，表示惡人早被千輝徹底解決。唐青這才注意到一旁立着的千輝，千輝客氣的抱拳自我介紹，唐昌也在旁含笑搭話，多虧千輝出手，素月才能毫髮無損的歸來。唐青頓時急切起來，埋怨父親為何不早些告知，隨後趕忙整理衣冠，正式以唐門少主的身份向千輝行禮，由衷感謝他拯救妹妹的恩情。看着眼前熱情坦蕩的唐青，千輝腦海中浮現出前世過往，在重生的記憶裡，當唐門慘遭滅門浩劫之際，正是這位長兄浴血奮戰，拼死護送唐素月殺出了重圍。看着眼前熱情的唐青，千輝心中感慨萬千，他終於明白前世唐素月為何執着復仇，這種血脈相連的家人羈絆，着實令人羨慕。唐青對千輝的實力讚不絕口，力邀他在唐門安心休養。唐素月剛想開口解釋，卻被走近的唐昌出聲打斷。唐昌臉色嚴肅地告知唐青，千輝可不僅是唐門的救命恩人，更是唐素月定下的未婚夫，日後大家便是生死一家人。這個重磅消息直接把唐青徹底
震倒在地。千輝倒是一點也不見外，笑着對唐青拱手施禮，順口叫了一聲大哥。唐青急得大聲抗議，質問父親怎能把妹妹許給剛認識的人。千輝卻在旁邊悠悠補上一刀，直言兩人此前已在山洞裡同居1月，瞬間讓場面徹底無法收拾。千輝這句山洞同居1個月的補刀，讓唐青當場徹底崩塌。他難以置信，妹妹不僅慘遭綁架，還與這陌生小子同處一室長達整月。唐素月急得直跺腳，埋怨千輝不該胡言亂語。唐青更是懷疑人生，開始魔怔般回憶妹妹小時候的可愛模樣。唐素月毫不留情地拆台，直言那是12歲前的舊事。眼看年輕人越扯越遠，唐昌乾咳一聲打斷亂局。院內人多眼雜，他領着眾人進入密室細談。入室之後，氣氛陡然凝重。唐昌開門見山透露秘密，暗中襲擊唐素月的幕後黑手正是天魔神教。千輝聞言眉頭緊鎖，在他前世記憶中，此事根本未曾牽扯到天魔神教，當初僅抓了幾個底層小嘍囉便倉促結案，為何重來一世詭計全盤改變？唐昌補充道：天魔殘黨正藏匿於廣東，該情報乃好家為了保命主動供出，真實度極高，前世詭計已然偏移，這背後究竟隱藏着怎樣的陰謀？唐青聽罷點頭贊同，表示此情報合情合理，畢竟郝家勢力扎根廣東，為求自保絕無替人背鍋的必要。唐青怒火中燒，主動向父親請纓，是要立刻親率精銳前往廣東，將天魔惡徒斬草除根。唐昌應允了這個決定，卻陡然話鋒一轉，明確要求唐素月與千輝留在唐門，不得參與此次征討。唐素月頓時急切抗議，自己身為慘遭暗算的受害者，這筆血債必須由自己親手討還。唐昌輕聲嘆息解釋，據上次遇險不過2月，實在不忍看後輩冒死涉險，今日召見純粹只是通報消息。千輝此時再次插話，順口改口稱呼唐昌為岳父，表示自己完全贊同素月的想法。這一聲岳父再次讓唐昌語塞。千輝收斂笑意，認真表態，既然未來要與素月並肩立足江湖，屬於自己的恩怨就要親手解決。剛喊了岳父就被當成外人，心中未免有些落差。唐昌態度極為堅決，直言此前已有戒成，接下來乃是唐門自身尊嚴之戰。唐素月在旁低聲嘟囔，千輝為救自己險些喪命，自己怎能心安理得苟安於後？看着女兒執拗的神情，唐昌輕聲喚了他一聲，似乎另有密語要單獨交代。唐昌深深嘆了一口氣，直言實在沒有勇氣再看他一身犯險，就當是成全老父親的一片苦心。話已至此，唐素月也只能低頭妥協，畢竟他無法拒絕這份沉甸甸的父愛。但千輝心中卻暗自盤算，天魔神教既然捲入其中，正是追查核心線索絕佳時機，若是就此作罷，線索必然徹底中斷。唐素月轉頭詢問千輝，難道就打算這樣抱憾放棄？千輝有些意外，尋常女子遇到這等生死危機早已嚇破膽量。唐素月坦誠承認內心畏懼，但若因恐懼便選擇退縮，自己的武道之路便就此斷絕。然而父親一片苦心同樣不可辜負，絕不能再任性妄為。千輝聽罷揚起嘴角，既然如此，倒不如來一場先斬後奏。千輝一把拉住唐素月的手，笑着高聲宣布，從現在開始，他要正式綁架唐素月遠赴廣東。突如其來的舉動直接讓唐素月徹底懵住。夜深人靜，寒月高懸，數道詭異黑影悄無聲息地落定屋頂。一名全身纏滿繃帶的怪人忍不住抱怨起來，吐槽兩人跟傻子一樣昏睡多日，如今連過了幾天都難以分清。他一邊抓挠着奇癢的傷處，一邊煩躁不安地質問同夥：唐門走狗到底何時才會落網？分明約定守候5個夜晚便能蹲守到人。身旁同夥聽得滿心厭煩，冷聲喝止他停止廢話。若當真閒得發慌，不如好好構思，待會如何將唐門之人碎屍萬段。夜深人靜，明月高懸在夜空之中。唐素月望着遠方，算着父親他們已经快到重慶。身旁的千輝握緊佩劍，低聲提議是時候該動身了。兩人悄悄溜進馬廄，此時只有一個守衛在值班。大半夜的守衛困意正濃，根本沒有任何防備。還沒等他反應過來，千輝已經閃身到了他的身後，一把死死捂住了他的嘴巴。輕鬆搞定守衛之後，兩人對視一眼，這趟廣東之行正式拉開序幕。守衛被瞬間放倒在地，看着昏迷不醒的守衛，唐素月心裡有些打鼓，忍不住低聲詢問千輝：這樣強闖真的沒問題嗎？千輝卻是一臉的無所謂，直言現在已經沒有退路，如果上面真的怪罪下來，就說是他強行綁架了大小姐。唐素月無奈地嘆了口氣，他可不想讓千輝獨自承擔責任，既然決定要走，那他也會全力以赴。千輝微微一笑，既然達成了共識，那就立刻動身出發。可等唐素月翻身上馬，卻發現千輝根本沒有牽馬的意思。一問之下，千輝竟然理直氣壯地回答自己根本就不會騎馬。這一下把唐素月徹底整不會了，不會騎馬，居然還跑來偷馬。千輝無奈地解釋道，因為騎馬趕路速度最快，只能讓唐素月來騎，自己坐在後面就行。唐素月忍不住在心裡吐槽，這到底是誰綁架了誰啊？其實千輝也是有苦說不出，前世窮得根本買不起馬，等買得起的時候，自己早就練成了絕世輕功，跑得比馬還要快上許多，根本不需要騎馬代步。沒辦法，唐素月只能讓他上馬。可當千輝從後面貼上來的一瞬間，唐素月頓時有些不知所措，馬背上的氣氛瞬間變得微妙起來。唐素月有些懷疑地問道，難道你從一開始就計劃好了？千輝倒是一臉的坦然，反問這難道有什麼問題嗎？唐素月小聲嘀咕着，覺得這家伙其實狡猾得很，
千輝卻笑着調侃道：“最沒資格說這話的人就是你。”接着又問他要不要現在下馬。這下唐素月徹底沒話說了，只能老老實實帶着他一起走。畫面一轉，來到了廣東某處大宅外。此時夜色正濃，幾個黑影悄無聲息地落在屋頂，帶頭的正是唐昌。他正向旁邊的男人確認消息。男人十分肯定地回答，自己絕對不敢欺騙毒王。他們已經證實，天魔神教的餘孽確實經常出沒於此。男人接着匯報說，黑魂隊已經把這裡徹底包圍，對方應該也已經察覺到了動靜，只要唐昌一聲令下，他們就可以立刻攻進去。唐昌聽完微微點頭，說自己已經明白了郝家的誠意，讓男人可以先回去了，之後唐門自然會重重有賞。男人恭敬的行禮退下，看着男人離開的背影，唐昌的臉色徹底陰沉了下來。唐昌看着眼前的宅邸，心裡不禁有些感慨，這一路上他顧慮的實在太多，身為一門之主，哪怕是為了給女兒報仇，也得顧及各方勢力的面子，不能由着性子胡來。但現在人都已經堵到門口了，那些所謂的規矩和體面似乎也變得沒那麼重要了。旁邊的黑魂队隊長趕緊表態，讓唐昌儘管放手去幹，他們會把消息封鎖得死死的，絕不會傳出半點風聲。唐昌低聲向他道了聲謝，既然已經沒了後顧之憂，那就沒什麼好猶豫的了。只聽轟的一聲巨響，緊閉的大門被瞬間炸得粉碎，還沒等煙霧徹底散去，裡面的人就已經按捺不住，直接瘋狂地衝了出來。這下子大戰一觸即發，大門被轟然炸開，唐昌獨自一人騎馬衝了進來，這下把對面的天魔神教余孽整懵了。纏着繃帶的男人有些納悶，唐门主怎麼連個隨從都沒帶？這根本不符合名門正派的作風。唐昌冷冷地看着他們，說講究體面也得分時候，而且他們很快就會变成一堆屍體。話音剛落，丹木桑就感覺脖子一陣劇痛，劇毒竟然已經開始發作。他氣急敗壞地質問同伴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現在他們要麼回去受罰，要麼死在毒王手裡，根本沒有退路了。素顏倒是冷靜得多，他嘲諷唐昌竟然為了女兒的私仇，親自跑來這裡報復。這樣下去，唐素月永遠也無法成為真正的武者。唐昌根本不吃這一套，冷冷地回對道：“連自己性命都保不住的人，沒資格去操心別人的未來。”素顏自嘲地笑了笑，承認自己確實是在拼命掙扎求生。不過他也透露了真正的目的，其實他們從一開始就做好了和唐昌同歸於盡的準備。既然橫豎都是死，這幫天魔神教的餘孽也徹底瘋了，大喊着朝唐昌瘋狂衝了過去。面對四面八方湧來的敵人，唐昌根本沒打算退縮，直接釋放出大範圍的劇毒。這毒性實在太霸道了，衝在最前面的幾個人還沒靠近就直接倒地身亡。可誰能想到，這幫人早就做好了同歸於盡的準備。其中一個快要斷氣的家伙，竟然從懷裡掏出了霹靂彈。這下徹底糟了，還沒等唐昌反應過來，震耳欲聾的爆炸聲轟然響起，整片區域瞬間被火光吞噬。看着下方混亂的戰場，唐昌忍不住罵了一句：“這幫家伙果然狡猾。”此時的戰場上，丹木桑和素顏正拼命往外衝，唐門的守衛根本攔不住他們，防線直接被撕開了一個口子，眼看就要逃出升天。丹木桑卻開始打退堂鼓，抱怨就算逃回去也交不了差。素顏冷冷地打斷他，讓他現在只管專心逃命。可就在他們以為能逃掉的時候，素顏一腳踩下去，周圍的景象卻突然變了，地面上全是血紅色的詭異光芒，甚至還浮現出無數隻眼睛。這下兩人都懵了，還没等他們弄清楚怎麼回事，一個黑影已經悄無聲息地出現在了他們身後。就在两人拼命逃跑時，頭頂上突然傳來一陣異動，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，千輝直接從天而降，一劍狠狠地劈了下來，強行截斷了他們的退路。這突如其來的強力一擊，逼得兩人連連後退，煙塵散去，千輝手握長劍穩穩落地，而唐素月也緊隨其後趕了過來。千輝看着眼前的敵人，冷笑着說：“看來自己來的正是時候。”看着突然现身的两個不速之客，逃跑的兩人不得不停下腳步。素顏死死盯着對面的唐素月，一眼就認出了那標誌性的綠衣綠眸，這分明就是唐門的核心成員，而且看起來年紀還非常輕。旁邊的丹木桑見狀，頓時狂笑起來，直呼這簡直是送上門的意外之財。他們正愁找不到脫身的機會，沒想到獵物竟然自己送死。他得意地拍了拍素顏的肩膀，誇讚他的直覺果然敏銳，自己一直都非常信任他。接着素顏眼神冰冷地看向前方，直接當場叫破了唐素月的身份以及旁邊那個壞他們好事的劍客。他語氣中充滿了嘲諷與不屑，說：“沒想到唐素月敢違抗毒王命令，獨自跑來解決這段私人恩怨，甚至還陰陽怪氣地調侃起來。看來自己之前說她嫁不出去的話，今天得徹底收回去了。”素顏嘴角揚起一抹冷笑，宣稱他們今天絕無可能活着離開。話音未落，他便拉緊了手中的紅線，局勢瞬間惡化到無法挽回的地步。千輝冷眼看着前方的強敵，一眼認出那個纏滿繃帶的怪人，正是天魔神教的巔峰高手丹木桑。雖然對方兩人都已達到巔峰境界，在硬實力上他們確實處於劣勢，但千輝的臉上沒有絲毫懼色，越級挑戰對他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。瞬息之間，雙方直接碰撞在一起。剛一交手，素顏就察覺到了不對勁，這股排山倒海般的恐怖殺氣，難怪之前的同夥會被瞬間秒殺。素顏突然發出一陣狂笑，說千輝身上散發出的滔天魔氣，甚至比他們這些邪道還要純粹黑暗。他甚至主動拋出了橄欖枝，邀請千輝加入他們才是最好的選擇，因為他現在對這個年輕人極感興趣。千輝卻面無表情的冷冷拒絕，聲明自己不僅是唐門的準女婿，而且對男人沒有任何興趣。
這句話讓丹木桑笑得更加猖狂，嘲諷千輝要是也能算正道武者，那自己豈不是能當武林盟主了？話音刚落，丹木桑揮舞巨斧狂劈而來，唐素月與千輝立刻聯手迎戰，刀光劍影交織成一片死亡風暴。然而僅僅是剛開始交鋒，丹木桑就結結實實吃了個大虧。這個年輕人的實力遠超他的預估。丹木桑怒吼着揮舞雙斧，從屋頂居高臨下地悍然劈落，企圖用蠻力強行突破防線。千輝根本不給對方任何機會，長劍出鞘，迎着風壓逆流而上，兩股狂暴的力量在半空轟然相撞，恐怖的餘波瞬間席捲開來，將地面的青石板震得粉碎。丹木桑借着反震的力道，在空中一個翻身，穩穩落在屋頂。千輝則被震退了數步，才站穩身形。還沒等千輝喘過氣來，丹木桑揮舞大斧再次狂暴劈下，千輝只能咬緊牙關應接招式。两人在屋頂展開了驚心動魄的對決。素颜甩出無數道致命的紅線，直奔千輝的周身要害刺去。唐素月見狀，立刻出手攔截，漫天暗器精準地將紅線一一擊落。看着眼前焦灼的戰局，素颜忍不住緊緊皺起了眉頭。這兩個年輕人的難纏程度顯然超出了他的想象。此時唐門的守衛也聽到了動靜，大喊着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，局勢頓時變得更加棘手。一旦被唐門大軍徹底合圍，今天誰也別想輕易離開這裡。趕來的唐門守衛認出了自家大小姐，紛紛大喊着想要上前幫忙。唐素月卻立刻厲聲喝退了他們，警告說自己的毒根本分不清敵我，讓他們千萬不要靠近戰場。守衛們聞言頓時不敢輕舉妄動。千輝抽空看了看眼前的敵人，低聲提醒身旁的唐素月，避毒丹的藥效最多只能撐7分鐘。唐素月沒好氣地回應道，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這毒有多霸道，讓他千萬別太依賴那顆藥丸。而此時对面的丹木桑兩人也已經被劇毒侵蝕得叫苦不迭，如果戰鬥繼續這樣拖延下去，局勢對他們將會越來越不利。素顏急切地提議先聯手除掉千輝，免得等唐門的毒王親自趕到，到時候他們想走也走不掉了。丹木桑卻臉色陰沉地搖了搖頭，千輝的劍法防守的滴水不漏，根本找不到任何破绽。面对千輝身上那股滔天的殺意，丹木桑不僅沒有退縮，反而笑得越來越瘋狂歇斯底里。千輝心裡非常清楚，自己的殺氣只能震懾知道害怕的人，遇到丹木桑這種不要命的瘋子，殺氣根本起不到任何壓制作用。就在千輝凝神戒備的瞬間，對面的兩人突然一前一後，頂着劇毒的侵蝕強行衝殺過來。戰局在這一刻變得更加凶險萬分，誰也沒能料到丹木桑竟然想用斧頭帶起的狂暴風壓，在劇毒迷霧中強行劈開一條生路。唐素月一眼就看穿了對方的意圖，可還沒來得及開口提醒，丹木桑已經和千輝狠狠撞在了一起。這記硬碰硬的對撞動靜極大，連周圍的地面都被震得寸寸碎裂。千輝毫無保留地使出了全力，試圖用冰冷的殺氣壓制對手，可丹木桑這個瘋子根本不為所動，反而越戰越勇，揮舞着大斧再次瘋狂壓制過來。面對這種不要命的打法，千輝這下徹底陷入了苦戰。丹木桑本以為能輕鬆壓制對手，可一交手就發現了不對勁。千輝的劍法變得極其詭異刁鑽，根本不與他的大斧正面硬碰硬，而是專門攻擊斧柄來化解攻勢。這種粘人且難受的打法讓丹木桑感到無比憋屈，他能明顯感覺到千輝的戰鬥直覺與之前判若兩人。就在丹木桑分神的一剎那，千輝找準破綻，直接一劍見血。只可惜這一劍刺的還是太淺，沒能直接要了這瘋子的命。千輝眼神冰冷地看着對手，毫不留情地出言嘲諷說，單憑招式技巧，對方以前是手下敗將，現在也一樣不是自己的對手。話音剛落，千輝直接一腳將丹木桑狠狠踹飛。素顏被徹底激怒，狼狽地從地上爬起來，破口大罵。還沒等千輝乘勝追擊徹底解決對手，後方的戰場卻突然生出變故。素顏體內的劇毒突然徹底失控，整個人狂吐鮮血，倒地不起。局勢瞬間急轉直下，唐素月和千輝見狀，只能放棄追擊，立刻抽身。剛才那場死鬥剛告一段落，唐素月就急忙趕到了千輝身邊，大聲問他到底要不要緊。看着千輝身上受的創傷，唐素月後怕的不行，直言這要是再生半分，後果簡直不堪設想。可千輝卻一臉不在乎，聲稱自己早就掌握好了分寸，要是沒有這份把握，他剛才根本不會選這種打法。唐素月聽完更氣了，提醒他之前也是這樣，為了聚氣出招連命都不顧，萬一出一點差錯怎麼辦？千輝趕忙解釋說自己地功法能提升感知，絕不可能輕易失誤。唐素月氣得直接伸手捏住他的嘴，埋怨他什麼時候都要嘴硬。說完他便湊上前來要親自檢查千輝的窗口。千輝剛想開口拒絕，可看着突然貼得這麼近的唐素月，話到了嘴邊硬是卡在了喉嚨裡。還沒等千輝反應過來，唐素月突然湊上前去，直接用嘴幫他清理傷口。這一下把千輝整不會了，他結結巴巴地問，你這到底是在幹什麼？唐素月卻一臉理所當然說，要是留下疤痕就不好看了，他剛才用的是一種能療傷的毒。千輝無奈地捂住臉說，這種讓人尷尬的事你怎麼能做得這麼自然？而且旁邊還有這麼多人看着。唐素月卻理直氣壯地反駁說，這只是純粹的治療，覺得奇怪的人才是心思不單純。就在两人爭執不下時，旁邊的毒霧中突然走出一個身影，唐昌沉着臉走了過來，冷冷地問，千輝少俠能不能解釋一下剛才到底是怎麼回事？面對唐昌的質問，千輝硬着頭皮開口，說自己會解釋清楚一切，甚至順口喊了一聲岳父大人。這一下
可把唐昌給惹毛了，他當場怒斥，警告千輝別亂叫稱呼。夜色漸深，唐昌沉着臉站在兩人面前，語氣裡沒有一絲溫度。千輝和唐素月老老實實跪在地上，等待着接下來的發落。唐昌冷冷地看着他們，說這次私自行動的後果非常嚴重，絕對不可能輕易接過。千輝主動把所有責任攬到自己身上，聲稱是自己強行帶走了唐素月，要罰就罰他一個人。一旁的唐素月頓時急了，連忙大聲向父親解釋，說自己是自願跟來的。然而唐昌的臉色卻變得更加難看，他盯着千輝冷哼一聲，說如果真是這樣，那他只會對千輝更加失望，因為這等於承認了是千輝把唐素月拖進了危險之中。唐昌冷冷地質問千輝，如果這次真的出了差錯，他又打算怎麼為自己開脫？千輝沒有退縮，老老實實的低頭認錯，承認是自己擅作主張，但他緊接着表明態度，只要唐素月能平安無事，對他來說比什麼都重要，他絕不會讓最壞的情況發生。聽到這番近乎表白的話，一旁的唐素月整個人都愣住了，呆呆地看着千輝。唐昌無奈地嘆了口氣，說要是這小子沒這麼能說會道，自己倒還好辦了。既然事情已經解決，唐昌便讓他們留在附近安心養傷，而他自己還要在廣東多留幾天。千輝有些疑惑地追問，還有什麼事情沒處理完？唐昌解釋道，剛才的戰鬥中活捉了一個邪教成員，他打算親自審問幾天，看看能不能挖出什麼有用的線索。聽到這個消息，千輝心裡頓時有了計較，他立刻又湊了上去，厚着臉皮喊了一聲岳父大人。這一下把唐昌徹底整無語了，轉過頭怒斥他怎麼又亂叫。千輝突然主動請纓，說接下來的審問肯定少不了他的幫忙，這讓唐昌和唐素月都有些摸不着頭腦。夜色越來越深，唐門深處的地下審問室裡，氣氛顯得有些壓抑。唐青早已在這裡守候多時，而被綁在椅子上的邪教成員依舊是一言不發。千輝跟着唐昌走了進來，唐青無奈地表示自己剛剛已經試過了各種辦法，但結果正如千輝所料，這些邪教成員身上都被下了禁制，普通的審問根本撬不開他的嘴。唐青轉頭看向千輝，問他是不是真的有辦法能解開這個棘手的禁制。千輝肯定地點了點頭。唐昌雖然心裡還有疑惑，但眼下也只能讓他放手一試。千輝走到被綁着的邪教成員面前，直接伸手按住了對方的頭部。其實這種邪教的禁制手段在中原武林極其罕見，它結合了寄生毒素與精神暗示，一旦強行逼供就會觸發禁制。不過再厲害的手段也有破解之法，只要将內力精準注入特定穴位，依次穿過3丹田，就能強行衝開這道枷鎖。隨着千輝的內力強行灌入，邪教成員當場七竅流血。千輝緩緩收回了手，表示已經搞定，但他緊接着提醒唐昌，這種破解方法會徹底摧毀對方的腦海，他們只剩下1刻鐘的時間，如果不能在人變傻之前問出線索，那一切就都白費了。唐昌見狀立刻上前，冷聲命令對方報上名字和職位。邪教成員此時神志模糊，只能老老實實的交代自己名叫呂能學，是天魔神教惡犬隊的隊長。唐昌有些意外，沒想到這人居然還是個隊長級人物，難怪之前用盡手段也撬不開他的嘴。既然對方級別不低，唐昌便直奔主題，質問邪教為什麼要針對唐門和唐素月。呂能學斷斷續續的回答，因為唐素月會成為那個人宏偉計劃的阻礙。唐昌眉頭緊鎖，追問這難道是教主直接下達的命令？呂能學卻搖了搖頭，表示丹木桑和素顏指是擅自行動。一旁的千輝神色凝重地聽着。唐昌緊接着追問，那這個所謂的宏偉計劃到底是什麼？呂能學臉上突然露出一抹詭異的冷笑，用盡最後的力氣吐出幾個字，他的計劃是毀滅整個武林。呂能學斷斷續續地吐出幾個字，說要讓整個武林血流成河，讓每個人都陷入無盡的復仇中。唐昌聽完冷笑了一聲，只當這是邪教徒的風言風語，根本沒往心裡去，準備繼續審問下一個問題。可一旁的千輝卻聽出了不對勁，他突然想起了那個女人的身份，正是傳聞中的鬼眼魔女。千輝在心裡暗自盤算，這女人的實力和體態跟自己記憶中的情況完全對不上，難道是因為自己的重生，導致很多事情都發生了微妙的偏差？如果天魔神教的最終目的真的是要徹底毀滅整個武林，那事情可就真的大條了。想到這裡，千輝轉頭看向唐昌，主動提出想親自問一個問題。唐昌雖然有些詫異，但還是點頭同意了。千輝走到邪教成員面前蹲下，直截了當地盯着對方，問出了最關鍵的問題：如今的魔教教主究竟達到了什麼恐怖的境界？呂能學此時已經奄奄一息，嘴裡只能含糊不清地念叨着：教主他老人家已經達到了。呂能學用盡最後一口氣，終於吐出了那4個字：極魔之境。聽到這個回答，千輝整個人都愣住了。極魔，換句話說，那就是傳說中的化境。這下麻煩可就大了，如果魔教教主真的跨入了化境，那整個武林根本沒人能擋得住他。